亲爱的灵魂家人，在我们的传统民间信仰中，我们把掌管男女婚姻之神的神仙称为月下老人，或者是月老。他左手呢拿着姻缘帛，右手呢拄着拐杖。在姻缘帛中有婚姻姻缘关系的未婚男女呢，他会以红丝线绑住。即便两个人是相隔千里万里，最终都是会相遇，成为夫妻的。这就是所谓的千里姻缘一线牵。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通过塔罗牌占卜来邀请月下老人为你的感情生活划重点，接收他为你牵线搭桥的桃花讯息，让我们显化爱情，打开幸福之门。当然，心诚则灵，在我们接收今天的占卜讯息之前，在公屏打出来，领取好运，感谢月老，领取幸福、爱情等等的字样，跟视频能量进行一个最准确的连接，同时也感恩月老给你牵线搭桥的幸福。那目前呢，桌面有3组塔罗牌组，每组牌卡都是完全不同的讯息，我们要从其中1组牌卡进行选择聆听。最左边是第1组，中间是第2组，最右边是第3组。当下呢，需要跟我来一起做一个静心的冥想小仪式。在这个小仪式之后，我们进行牌卡选择。首先，亲爱的朋友，肩膀下沉，腰背挺直。如果可以的话，请闭上眼睛。大口吸气，大口吐气，把专注度放在呼吸上，把专注度放在我们的眉心之间。吸气，吐气。然后我们在心中默念：月下老人，请给我桃花讯息，感谢你的指点。许愿完之后，睁开眼睛，看到的那张牌卡，就是月老要给你的讯息了。开启你的心灵，打开你的爱情之门吧。选择好之后，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有对应的每组牌卡的时间，点进去就可以聆听老师为你做的牌卡解读。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占卜，记得点赞，记得分享，记得多多的留言，吸收此视频的桃花能量。最后，祝福大家在地球玩得愉快。那我现在开始为你做占卜咯。亲爱的，我们来接收月老给你的讯息。那么首先呢，我们来检测一下当下你自己的状态。最近呢，你可能会听到一些爱情故事，或者是看到身边朋友的一些爱情故事哦，好像正在看戏，就是一出又一出的一些爱情喜剧。当然，你也会扒开一些虚幻的状态，看到爱情的本质。就近期呢，你可能会看到很多人都在寻找被爱，而不是真正的爱。很多人都想在身边试图找到一个对的人来弥补自己的不足，或者是自己的不安全感，但其实这不是爱。好多人把爱情追逐的重点放在怎么让别人更加的爱我，怎么会遇到一个让我幸福的人，怎么会遇到一个可以更加保护我、体贴我、照顾我的人，那这份爱能不能持久呢？其实好多人呢，也正在去从外在条件去判断这个人，甚至在我们当下的人情世故的社会里面呢，有等价交换这样的一个概念，物化了爱情本身的这种存在。即使是朋友之间，好像也慢慢的更有这种趋势了，会评断这个人事业好不好啊，或者是有没有足够多的金钱啊，或者是他能不能给我带来更多的人脉啊，让我有更多
财富或者是更好的生活啊等等啊，可能会把爱本来这种很纯粹的东西过于的包装化，过于的物想化，或者是过于的幻想化了。其实真正的爱呢是无偿的，就像我们母亲给我们的爱一样，是那种无条件的付出的。重点是在给予，而并不是牺牲，而并不是索取。当然当下呢，你会慢慢的放下对爱情的一些幻想，变得更加的理智，变得更加的成熟，想法也会更加的通透哦。这一点很好，会看到爱的本质，会看到周围的人呢，哪些人是在追逐真正的爱，哪些人是在很偏激或者是极端的在寻求被爱。有的人可能会在追求爱情的路上，希望对方一定要非常的漂亮，或者是一定要帅气。有的人呢，希望对方可以有很宽广的胸怀，包容自己所有的任性跟缺点。有的人希望对方呢是非常的有才华等等的，但是最终会把这份爱情给予很多的外在的条件，然后越来越有苛刻的一些要求，不仅要求对方有好的学历，也要有稳定的工作，也要有比较好的家庭环境。那爸爸妈妈呢，不能有任何的婆媳关系，对自己也要有爱的。总之无论如何呢，就会对这份爱有越来越多的一些困扰。看到呢，有的人会对于爱有很多完美主义的期待，但真正的爱情其实并不是寻找到一个完美无缺的人，而是学会用一个完美的眼光去欣赏一个不完美的人。真正的爱情不是建立在物质和外在条件基础上的，而是在建立在两颗心灵之间互相的吸引，相互的理解，精神上面的碰撞。真正的爱情是令人轻松的，两个人共同努力的来分担生活中的压力，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其实一切呢都是油盐酱醋茶的生活化，可以合伙过日子的人。目前看到呢，你的心态会越来越健康，对于爱情呢越来越看得很实在，你会愿意低下自己高傲的心，更加的脚踏实地，也会愿意在感情里面呢做一定妥协，愿意付出。当然你也会知道，一切付出之后必然是有回报的，最主要的是选择那个跟你合适的人，最主要的是呢，两个人可以建立共同的目标。但在你选择到自己的爱情之后，你也会清楚这一切都是你要的，必然呢你一定要去做一些的奉献，一定要去做一定的妥协，像是自己的妈妈一样，对于爱如果愿意不求回报，反而会有最多的一些回报。现在的你呢，在思想境界上面有很大的一个成长哦。在这种想法越通透之后，你将遇到人生中很多的惊喜，特别是感情生活上面的惊喜，会受到月老给你的偏爱，让你今后的人际关系、情感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你也会成功的遇到自己的幸福。就目前来讲呢，桃花运势正在逐渐的上升之中，异性缘呢也在增加，好事降临。如果说你是同性之爱的话呢，那么你就可以把异性缘那这个字转换成同性缘，好吗？如果你是男生的话呢，可能在我之后的一些牌卡解读的时候，你就稍微转化一下性别就好了，毕竟这是一个大众占卜。但最主要的就是你会遇到很棒的人，很棒的感情。我们接下来就来传递月老给你的讯息。看到月老真的是蛮照顾你的哟，你会遇到一个有钱的人，那这个人呢，你们是在很正式的场合相遇的。其实在相遇的当下呢，可能会有一些不自信，也可能会有一些怀疑，或者是
刚开始认识的时候会有一些胡思乱想，那这个人会喜欢你吗？你们两个人未来有很好的发展吗？可以开花结果吗？总之呢，还是会把情绪化，或者是会把情感的复杂化。但很好的是呢，无论如何，因为这种喜欢，因为这种比较强的缘分能量让你愿意给予更多的信任，并且两个人是在很正式的场合相遇的，所以不会有太多的一些患得患失。再加上两个人有很多思想上面的交流，有很多聊天，有很多想法的沟通，他的一些想法呢，会给你带来一些新的 idea， 而你的想法呢，也会给他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同一件事情，也会让他觉得你是很聪明、很有智慧的人。在积极的互相沟通之中呢，两个人很少出现矛盾。你想讲话的时候，他是会好好的倾听的。在他去跟你有任何沟通的时候，你也会好好的倾听，双方其实是比较相合的一种能量，所以第一次是很有好的感觉，越往后走呢，越感觉对，越觉得合拍，因为彼此之间会传递正能量，会传递这种充满希望的正念，对方呢，他也会给你足够的包容体贴，两个人的情感是越来越升温的。两个人有很多思想上面的碰撞啊，会有很多的一些认同啊，会有聊不完的一些话，越聊越投机，然后就越来越喜欢对方，越来越打开这种信任，让彼此的感觉呢更加的顺畅。所以是在一种很顺其自然，然后循序渐进的情感培养上面，你将遇到一个很优秀的人。那你们相遇的时间呢，很可能是当你对感情充满安全感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什么是安全感呢？或许可以说，当他没有及时回你电话的时候，你也觉得没有关系，他忙完了一定会回你。或者是当他跟异性朋友出去玩的时候，你也觉得没有关系，可能是他的朋友，他会懂得掌握分寸的。或者是他要去夜店应酬，要去社交的时候呢，可能他一定要去打一个招呼。那这个时候，也许你也会觉得没有关系，不会太过于的去乱七八糟的乱想，他会不会不忠啊？他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暧昧发生啊？他会不会抛弃你了呀？总之呢，你可能不会特别的难受，不会有这些特别消极复杂的想法。所以当你在感情里面可以给自我安全感的时候，你会更加的信任对方，特别是信任自己。你会相信他，如果有人离开你，是他的损失，是他的可悲，而不是你自己。因为你在感情里面是忠贞的，你是会专一的，你会好好的珍惜对方的。如果对方离去的话呢，那就是他自己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并且在任何的情感里面，你都是可以给自己足够的幸福感的，你不会有任何的患得患失。你相信你会遇见美好的爱情，你相信只要你自己坦坦荡荡、真真实实的，那么身边也一定会出现正能量，给予你足够爱的人。无论如何，在感情里面呢，你是非常坚强，你是有很安心的这种能量的。在这种状态之下，对方就会出现了。而接下来到你身边的就是你的正缘，会跟你一起建立家庭、建立幸福的人。哇，非常棒的讯息哦！而且这个人呢，他是属于一个审判者，他是很注重公平公正，在情感上面呢，是感性跟理性的立场都非常鲜明的人。他不喜欢欺骗，看待事情呢非常有自己的主见，有时候呢会有一些神秘感，他是很注重个人隐私的人。
不喜欢被人看穿自己内在的真实性格，为人处事呢相当的低调，在感情方面可能有一点点的占有欲哦，但是他不会过于的控制对方，还是会让彼此呢更加的舒服自在。同时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比较讲求实际求是，不会有太多的幻想或者是情绪化，做事情呢也讲求依据，喜欢通过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来证明自己的实力。那么他也有存钱的习惯，有野心哦，喜欢挣钱，喜欢享受物质生活上面的富足，有着不服输的性格。表面上呢，可能看着是很有情商、很合群和很随和的人，但是心里面呢，就是有一把秤，知道哪些朋友是可以给自己智慧的，那哪些朋友呢，只是拓展自己的人脉的。其实想法是非常的成熟，他的朋友，真心的朋友并不是很多，但是只要自己处得来的朋友，他都是非常深交、非常仗义的，而且这个人也有很强的观察能力，很懂得察言观色，对周围的环境变化敏感度非常的高，并且也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你们两个人之间呢，是有一些业力关系的，你们之前的前世可能就已经相遇了，然后在今世再一次的重逢，再续前缘，你们之间会有很多诚实清晰的沟通，并且当你们出现任何情感问题的时候，你们都可以好好的去解决这些问题，让你们的关系不断的升华，不断的更加的甜蜜，聚集在一起，会有很多重温爱情，会有很多可能情感平淡啦，但是又充满激情的这种时刻。很高兴的是，他是你的心爱，可能当下呢，他还没有出现在你的周围哦，你还没有认识他，他不是你的旧爱，之前呢，在今生之前还没有见过。好，这个人呢，很富足，很有钱，有自己的小金库，或者是家庭条件呢其实是不错的，然后也是很懂得赚钱。因为我们这边又出现了金币牌卡，又出现了有钱人的这张牌卡，可以看到呢，他的条件实际上确实蛮好的，跟他在一起，他应该在物质上面给予你足够的享受，对你呢也会大方慷慨的。他可能是一个年轻人，也许他的年纪跟你差不多，或者是比你小一点哦，但是他的心态是特别成熟的。我们这边出现了年轻人跟成熟的人这两张牌卡，但是呢，年轻的这张牌卡先出现，所以代表着他的年纪比较小，但是心智成熟，做事情是比较稳重、比较谨慎的。还有个好消息就是，他是你的灵魂伴侣，你们两个人有相同的灵性频率，有比较接近的价值观和生活品味，两个人是很快建立默契，是很容易去懂对方的想法的。即使可能大家一个眼神互递就知道对方在想什么，你们的关系呢很容易达到非常和谐、非常共融的状态，而且两个人会愿意分享各种小秘密，不介意向对方讲自己的一些隐私的事情，而是两个人在一起呢，越坦白越舒服，非常的聊得来，互相的信任，随时可以在对方面前展示最真实的自己，而且呢，可以给对方带来很好的一些情绪价值，可以在对方身上获得内心的这种平静。两个人不会刻意的去创造什么罗曼蒂克啊、甜言蜜语啊，就是待在对方身边呢，就会觉得很舒服，是一种互相依赖的既情人又朋友又知己的关系，非常的好。那大家呢也会尊重彼此的一些独特性，会
会有一点点，比如说性格上面的不同，生活习惯上面的不同，但是呢，都会尊重彼此身上可能的一些独特性，然后也会把彼此的这种差异呢视为一种趣味，可以互相的开玩笑啊，互相的调侃都没有关系。两个人呢也会互补彼此的一些不足，也会一起去计划未来，要做一些重大决定的话呢，其实都会跟对方去做沟通的，一起去修行，一起去学习地球课题，非常棒的关系哦。那这个人呢，他的星座又是怎样呢？好，稍等一下，我换一下蜡烛。他的星座很有可能是双子座、天秤座、处女座，或者他的太阳、月亮、上升星座是在双子座、天秤座、处女座。首先，他是有火星能量的，这个人非常的自信、有活力，对于自己喜欢的事情充满着激情，对于自己喜欢的人，他是会主动的去追求的，是一个很有能量的人。并且呢，也有一定的决断力，不怕面对任何的挑战，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想法，做事情积极主动，充满着激情，并且也有领导能力，是说到做到的人。面对自己的目标呢，也不会轻易的动摇。除此之外呢，他还有土星的实在的能量，是一个很有耐心，并且追求稳定、脚踏实地的人，也注重规矩，有自己的原则，也不会特别的散漫，或者是不管不顾，或者是突然的一些变故。任何事情呢，还是会一步一步的去计划，一步一步的去实施，不会特别的莽撞。他要说什么话，要做什么事情，肯定都是考虑的比较清楚的。然后呢，他也有双子座的好奇之心，性格上面呢比较多变，对周围的世界充满着兴趣，喜欢学习新的知识，喜欢学习新的技能，很善于社交，很善于沟通，语言能力是比较强的，而且适应能力也比较强，可能不喜欢单调重复的一些事情。那么在任何的环境里面呢，他都像一个变色龙一样，可以知道在那个环境里面说什么样的话，做什么样的事情，并且呢，对于自己不了解的事情，都是不断的愿意去学习的，也愿意去寻求一些新的体验，新的一些挑战。很有勇气，很有冒险精神，但同时呢，他也有天秤座的平衡能力，追求公平公正，任何事情呢都追求一个平衡，会有比较强的审美能力，喜欢美好的事物，喜欢享受美好的物质生活。在做决定的时候呢，会考虑各方面的一些利益呀，会寻求到一个最好的结果，并且呢，他也很重视合作，很有团队精神，追求和平和谐的人际关系。可能一旦出现问题之后呢，他会冷静客观的去思考，不会很莽撞的去下决定，很少出现偏激或者是争吵，大多数时候都是很冷静的，因为他也有处女座的完美主义，是很注重细节的人，对于自己，对于他的事业工作要求都是比较高的，非常实际有条理哦，按部就班，而且呢，很懂得思考、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有比较强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喜欢帮助别人，
希望自己可以至少成为一个 leader， 可以成为人上人。从他的性格品质上面，确实看到这个人蛮有魅力的，是一个潜力股，未来肯定会获得一定的成就。那么在爱情观里面，他绝对不是一个太过于浪漫，或者是太懂得讲求罗曼蒂克甜言蜜语的人，他可能更加的理智化，更加的实际，不会是恋爱脑，不会被感情冲昏头脑。在感情里面，他是愿意去倾听，他愿意做妥协，愿意做牺牲的人，不会因为一时的冲动就去追求他人。但是一旦陷入感情里面的话呢，是会享受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光，有一点黏人，沉迷于感官的这种享受，喜欢跟自己的爱人肌肤之亲，牵手啦，拥抱啦，一起去购物啦，获得物质上面的满足。你们喜欢相同的美食，你们喜欢相同的美酒，特别是如果你们在爱上面非常的和谐的话呢，那他是会心甘情愿的为你做所有的事情的。只要在这些感官享受上面抓住他的话呢，他就会对你不离不弃，会非常的迷恋你，那是他比较在意的一些事情。好，另外在金钱上面看到，他其实是很会挣钱的一个人，有很多挣钱的方法，寻找到商业头脑，有商机。但是他很懂得享受当下，那挣的钱呢，就一定要花，就一定要每时每刻开开心心的。他不会是一个守财奴，不会特别的节俭，当然也不会过于的浪费。他只是在当下呢，可能不会想要储存很多的钱，为了自己的未来，他没有这种不安全感，他很相信自己，通过自己的勤奋，通过自己的努力呢，未来肯定是越来越有钱的。所以何必当下呢，去特别的给自己小气呢？只要是金钱可以让自己开心，可以让自己的爱人，让自己家人们幸福的话呢，那大方一点，慷慨一点也没有关系的。那这边呢，也给你提醒一下哦，可能他很喜欢用金钱去满足当下的感受。那么未来呢，在金钱管理上面，有时候注意到它一点就好了，不要过多的去铺张浪费。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他给你的讯息。你的正缘遇到你之前呢，他可能目标性并不是很强，当他做事情的时候呢，不会有特别的一个目标，为了未来，为了自己可以建立婚姻，自己建立家庭，要去存钱要去买房啦，他可能之前呢还没有这些目标，但是遇到你之后呢，他更加的清醒了，做事情呢更加的有目的性一些，更加的精神了，这个是非常好的。你让他呢更加的成熟，有更多的成长。除此之外呢，他觉得你非常的漂亮，他会迷恋你身上某一些地方，要么呢就是你的外表，要么就是你的身材，总之呢你对他是有很强的诱惑力的。他在刚开始遇到你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不会说话的白痴傻瓜一样，他在你面前会出现尴尬紧张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状态哦，这一点呢是很羞涩的。那当然你也需要理解一下，并不是可能在遇到见面的时候，他让你不知道他对你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想法哦，可能他不言不语的，或者是他有一点躲闪你的目光，其实呢这些都是害羞的一些表现，怕自己说多错多，怕自己可能在你面前表现的太过于的白目了，所以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呢，他会有一些傻劲儿
会让你感觉有距离感啊，或者是冷漠，希望呢你可以多给他一些理解。那么另外呢，也代表着他对你是非常真心的，他是非常尊重你的。所以在未来你遇到了你喜欢的人的时候呢，也要多一些积极的表示，也给予多一些耐心接触。接下来呢，他会觉得你给他了很多的灵感，给他了很多的一些想法，你会给他很强的影响力跟启迪。还有就是你就是他的唯一，他可能是一个在跟朋友或者是在做事情的时候都很会讲话的人，但是在面对爱情面对你的时候呢，他就不知道如何去表达，如何去展现了，特别是刚开始的时候。所以看到呢，他在感情里面还是很纯真的，虽然他很懂得社交，他有情商，但是情商呢并没放在感情上面，可以看到他没有太多的感情技巧，可能没有经历过太多的爱情，没有谈过太多的一些恋爱，在你面前呢，他会有自己呆呆的地方。当下呢，他是很幻想你们未来的。当你们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其实他就认定你了，他想跟你建立未来，他觉得你就是对的人，想跟你一起去创造更美好的幸福生活。所以在刚认识你的时候，他就已经认定你了。在这份情感里面呢，他会有很多的一些给予哦，他会送你很多的礼物，他不会只在那边光想，他可能会用很多实际的一些动作来表达他对你的真心。而且即使在恋情之后呢，他可能在金钱上面对你也非常的这种大方，他也可能有很强的这种仪式感，记得你们相遇的日子啊，记得你的生日啊，他也会去可能赠送礼物给你的家人。另外在感情里面，他更注重一种和平，其实他的心呢是比较淡定的，也是很有爱心，很脚踏实地的，在感情里面不希望惹你生气，不希望出现任何的纷争，两个人控制一下情绪，平和的去沟通，是他最喜欢的方式。而且他不是一个很浮躁的人，他的心态特别好，是一个很从容淡定的人，遇事不慌不忙，对于未来呢也不会特别的担心或者是焦虑，不会为那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就去紧张，也不会给自己过多的一些压力。特别独立的人，很坚强，很相信自己，他很注重身心灵的健康，同时他也很懂得运用金钱去让自己更加的轻松自在，喜欢和你一起去度假，享受美食，享受美酒。他也喜欢一切美好的事物，当然也希望未来在一起之后呢，你们都可以有更多的一些锻炼，大家保持着好身材，大家都会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帅气。不能因为有了爱情之后就放弃化妆啦，就放弃打扮啦，而是呢，因为爱情自己会变得更加的美好。那最后呢，我们这边出现了3张月老给你的提醒牌卡，告诉你面对爱情或者是当下，无论如何你心中一定要充满希望，一定要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相信你会收获幸福，你就一定会收获幸福的。有的时候呢，有些宝宝找我做私人占卜的时候啊，会跟老师说，可能我这辈子不会再爱了，可能我不会遇到幸福了。
但其实你内心是渴望的。为什么要给自己潜意识灌输这些呢？同时也在告诉宇宙，也在告诉守护天使，你不会再爱了，你不会收获幸福了。其实这一种思考状态这种想法呢，是会给自己带来很多消极负的能量的。同时也在告诉宇宙，不要给你输送爱人，输送伴侣。所以亲爱的，在我们的头脑想法里面呢，运用宇宙吸引力法则的时候，一定不要用不这个字，而是用要。我要幸福，我会幸福，我会富足。用这些意识来显化幸福，会让你未来变得更加的美好，也会去获得你内心真实的一些需求另外呢，在人际关系里面，如果你想要跟这个人有更多的情感建立的话，你就去做更多滋润积极的一些事情，而不要在那边反复觉得好像对方不爱我了，或者是我跟对方有差距了，可能对方呢当下想离开你了。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你就在显化这些事情的发生另外呢，希望在人际关系里面呢，一定要注重合作关系，要去努力的维护双方的这种和谐，不论是对朋友还是对同事互相的理解，互相的支持，强调这种情感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真诚的去分享你的想法跟你的感受，是可以帮助人际关系呢有更深层次的连接的，好吗？如果是你喜欢对方，如果你想要跟对方有更多的一些合作，那你就去展现积极的美好的那一面，去主动跟对方联络吧，邀约吧。如果你的同事呢，你希望跟他有更多的好的关系，那么你其实可以主动的发信息，邀请第一次，邀请第二次，邀请第三次，前面呢他都拒绝的话，他总有一天会答应你的。好好的去表现，你的真诚是可以打动所有人的心的。好，接下来五角星10这张牌卡代表着财富、稳定跟家庭。当下呢，希望你可以好好的管理创造你的金钱，你的资源，给未来情感或者是家庭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因为你是想要成家的，想要建立婚姻的，对不对？那么任何金钱呢，不能只是单方面对方的支出，你自己呢也需要支出，大家共同的来承担。即使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但是在金钱上你保持独立，你不依靠他。有时候呢，他可能出大方面的支出，但是你也会出小方面的支出，反而让双方的关系非常的互相尊重，让对方打心底里面呢也是很尊重你的，这个非常的重要其实你自己就有自己的金库啦，或者你很懂得存钱，你很懂得投资的话呢，你给予自己足够的这种安全感，你会更加的幸福的，你就不会在感情里面患得患失，或者是自己低三下气你仍然保持在跟对方平等的关系上面，会让你的爱情更加的持久，会让你的婚姻关系呢更加的美好平衡。所以亲爱的，当下呢，你的月老告诉你，希望你对未来充满希望，一定要保持积极乐观的想法，也一定要在情感里面呢，无论和谁都要有更多真诚的感情交流，主动性。还有就是当下呢，关注你的财务状况，如果可以的话呢，也多和自己的家人、爸爸妈妈联系，或者是组织家庭聚会，这样会让你学习到如何去建立家庭，如何去建立婚姻未来呢，你肯定是可以稳定自己的家庭和谐的，你会收获你想要的幸福的。当下呢，你只要注意这3点，你就可以很快迎来你的新缘分，迎来你的正缘了。
非常棒的讯息，收获到月老对你的偏爱独宠。那么当下呢，在视频下方写下来，感谢月老，你会收获幸福这样的字样，从当下就开始去显化正向的幸福能量吧。好，亲爱的，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我们下一期再见哦，拜拜。亲爱的，我们来接收月老给你的桃花讯息。那么当下呢，我们来看一下你自己的状态如何。近期看到你正在调整自我，从一种过于传统守旧的思想模式里面正在跳脱出来，而且更多关注自我的感觉，没有太多旧思想的封闭，正在打开自己的格局。特别是有的宝宝曾经呢，你会很受到社会的传统教育，或者是受到别人的一些目光的影响，或者是来自父母的一些期待，而压抑了自己的一些想法。而当下呢，你正在挣脱这些枷锁，不再感觉自己到了一个年纪啊，一定要结婚啊。那有的人呢，可能也不会觉得好像有婚姻有了小孩才是人生的幸福，不会觉得人生的意义就在于那种爱情家庭。有的朋友呢，女生可能也不会再顺从什么女人要三从四德啊，无才便是德啊，或者是女人一定要相夫教子，一定要会做家务等等的。你会开始呢，更加的对自己有比较强的一个认知。当然，如果你是男生的话呢，也不觉得男人一定要赚钱养家才是幸福。而有的朋友呢，近期可能也会离开一些不适合的人、不适合的环境，自己呢会更多的觉醒，正在离开负能量，逐渐更多的享受当下，看到自己的优点，当然也看到自己的缺点，知道自己的不完美，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样的事业，适合什么样的感情状态，当下是适合谈恋爱的还是适合结婚的，真的是有了小孩就幸福吗？等等。最近呢，其实会有很多新的一些想法，也正在开辟一个新的人生阶段，新的一个局面哦。当然也看到你也在做一定的断舍离，目前的能量呢逐渐在提升，特别是排除一些浑浊的能量，更改一些生活上面不好的习惯，同时也在养成自己更加积极乐观的状态。对于未来呢，其实保持着更大的一个希望。当下你的状态越来越好，运势也越来越好，那么感情桃花运势也正在提升之中，红鸾心动，月老呢正在为你牵线搭桥，你即将收获到好的人际关系，好的缘分。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月老给你的讯息。越来越好的你会收获到怎样的下一个情感呢？离开旧的思想行为模式，辞旧迎新，自然而然就会遇到更大的一个意外之喜哦。首先，很可能通过自己的职业事业，如果你在读书的话呢，可能是通过自己的学业、学校认识到你的下一个有缘人，也许这个人是你的同事同学，也可能是你的客户，也可能你去参加培训班的时候认识的。无论如何呢，他是一个跟你有合作关系的，多多少少呢，你们可能会一起去做一些事情。那么他是一个情商比较高的人，是很聪明、有心机、有谋略的，同时也是一个比较富有的人。要么呢，他的家庭条件是挺好的，要么呢，他自己就是有赚钱的本事，要么呢，他自己就是一个潜力股，很有商业头脑，
有才华、有技能，懂得赚钱，懂得理财。无论如何呢，他应该是在金钱条件上面是不缺的。另外，可能从小也没有吃过什么苦，或者是也没有被穷过，内心呢是有很富足的安全感，精神世界呢也是比较富足的人。你们两个人的情感呢，应该是慢慢培养的，先是从朋友开始做起，慢慢的增加互相的喜欢，慢慢的增加约会的机会。跟他在一起相处的时刻呢，你会觉得特别的简单自在，而且轻松。他会给你带来比较强的正能量，而且好像任何事情都很轻易的被解决掉，也没有太多的一些障碍，就是走着走着就走在一起了这种感觉。而且他是一个特别有好运的人，或者是他也给你带来很好的一些正念正能量，感觉他是一个被祝福的人。从小呢是衣食无忧，那父母疼，自己呢可能也没有受过哪些伤害，命运呢没有给到他太多的一些波折，所以他的心态其实是特别好的。你跟他在一起呢，你也会觉得自己更加的开朗，更加的外向，好像周围呢也围绕着比较好的人事物。那或者如果她是女生呢，她可能就是旺夫这样的一个命哦。如果他是男生的呢，他可能就是旺老婆这样的一个命。跟他在一起呢，就觉得自带一些运势。好，除此之外呢，看到你跟他相遇的时候，应该是你有比较强的自我认知的时刻。其实当下呢，你就在自我认知之中。当你遇到他的时候，你其实已经有很好的生活质量了，你也在塑造一个有品味的生活。就有品味的生活呢，代表着不仅仅是吃饱穿暖，而是说你已经开始喜欢每一周买鲜花给家里面，可能家里面会添加花瓶啊，或者是添加油画啊，或者是你已经在注重自己衣服的质量而不是数量了。而且在朋友关系里面呢，结交朋友之中呢，你也在注重朋友的质量，对于感情呢也是比较挑剔的那个时刻。特别是你的内在已经有很丰富的力量，你有自我幸福的能力了，不会觉得一个人的幸福来自于事业好，或者是金钱多，或者是自己有足够强的购买能力。在你遇到他的那一段时间呢，其实你已经很注重自己的精神世界了，你也追求那种不肤浅的男欢女爱。对于你来说，真正供养生命的是灵魂，是思想上面的滋润，是内心的这种自由和归属感、安全感。爱情伴侣对于你来说是锦上添花，不是雪中送炭，因为你已经在很好的一种生活节奏，事业稳定啊，或者是学习稳定，然后呢，自己生活也很丰富、充实、快乐。如果遇到一个人可以来分享你的快乐，分享你的爱，你觉得是很好的。所以在你很好的可以照顾自己的时候，他就会出现。而且下一个恋人缘分呢，你们有相同的价值观，你们有相同的可能格局，都是多多少少有一定见过世面的人，他会给到你安心感，而且你们的频率很相同，互相在精神世界其实是比较有连接的，很聊得来。对于当下的政治啊，或者是文化呀，或者是一些梦想呢，其实你们有很多地方都是比较相同的，他很理解你的一些看法跟想法。而且这个人呢，他也是很注重精神世界，不太注重物质、虚荣、奢侈。毕竟呢，他从小可能没有太多金钱上面的缺失，所以他更注重的是一种精神世界的快乐。而且在你遇到他的时候，你的内心是非常坚定从容的，你很坦
坦荡的做自己的事情，非常真实，说自己想说的话，做自己想做的事，就是这种性格呢，你吸引着他，让他看到你的优质，而且两个人是有很多合拍的状态的。亲爱的，好消息是，月老安排你的下一个缘分就是你的正缘，你们是可以建立家庭的。你的正缘呢，下一个恋人他就像皇后一样的一个人物，这个人呢是有皇后母亲这样的一个特质的，是很体贴，懂得照顾他人，那也希望自己给予到别人足够的友善、乐观、善良。他的人际关系是相当不错的，即使他是男生哦，他都是一个很温柔、很照顾别人情绪感受的人，在情感里面呢，很懂得保护对方，很懂得去体贴对方，并且他可能是有一定的领导能力、指导能力的。同时他自己呢非常的自信，能够在任何现实的困境之中保持冷静和坚强。这个人呢也是可能文凭还是比较高的，有一定的文化，有一定的智慧，想法是比较通透，所以在做决定的时候也是比较明智的。因为皇后呢，她肯定是可以有清晰的判断能力，同时他不仅关心自己的利益成就，他也关心别人的一些利益，很懂得分享，有一定的影响能力，愿意去鼓励他人，愿意把自己好的一些影响力传递给别人。另外呢，也可以看到她很漂亮，或者是很帅气，她身上呢是有比较强的光芒的。这个人的异性缘应该是比较好的，身边喜欢跟他接触的人还是很多的，因为他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得到一个平衡，比较有松弛感的人，很懂得享受生活，在物质欲望上呢是有一定的野心哦，因为他会吃美好的一些食物，他会用好的有质量的一些物品。其实当下你就在追求生活上面的质量，他就是很快可以跟你相同频率的人，因为当下他也在追求生活上面的质量。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你们两个人之间呢无话不谈，可以讲很多的隐私，可以讲很多的八卦，既像情人家人呢，又像好朋友知己。你们可能会一起去评断他人，无论如何呢，是有很多话可以聊的，而且会非常的坦诚，越坦诚越舒服，对彼此呢没有任何的隐瞒，没有任何的欺骗。其实也有可能呢，你们最先聚在一起是你们不喜欢谁，也许在你们认识的那种场合里面，可能有个同事，或者是有个同学，或者是有某人呢，是你们共同对那个人有相同的感觉，然后呢在一起聊到某一个话题，突然找到了彼此的一些共同的切合点，共同的一些想法，然后越聊呢越投机，越聊呢觉得对方跟你完全是很多相同的观点，相同的想法的，所以是从这个地方开始，也是蛮有趣的。而且未来呢，你们两个人应该都会经常去旅行，不管是长途旅行啊还是短途旅行，一起会去不同的地方走一走，看一看，很开心，都喜欢去环游世界，都喜欢去探索一些新鲜的事情，去到新的地方，见到新的人，所以两个人呢都是很充满这种冒险精神的。即使当下你可能不是一个经常旅行的人，未来呢你都会因为他的影响，两个人呢会去有很多新鲜的体验，了解不同的地域文化，这一点很好哦。另外呢，也可以看到你们很快就订婚了，可能从朋友
到谈恋爱是花了一点时间的，但是呢，从谈恋爱进入到订婚的这个过程是比较短，是比较快速的，因为很快就觉得彼此是对的人，可以玩到一起，可以聊到一起，可以一起去做很多有趣事情的人，彼此呢是非常棒的一种团队合作的这种精神所在哦。另外呢，他是一个应该比较年轻的人，可能要么年纪呢跟你差不多，要么呢年纪就会比你小一点。这个人的心态是很阳光、有趣并且有活力的。除此之外呢，他确实身上有比较强的亮点，像皇后这样，要么就是长相很好看，要么就是身材很好看，要么呢就是很会打扮自己，应该人气是比较高的，身边呢也总是有人可能喜欢他，但是他并不是一个随意谈恋爱，但他是一个宁缺毋滥的人，他对于爱情呢还是很挑剔的，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条件还是很不错的，所以他不会随便的就去让自己陷入到爱情之中，他很享受单身的生活，他一定要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人，一定要找到一个大家可以玩得到一起去的人，所以呢，在跟你更多的接触之后，会发现，哎，你就是他想要找的那一位伴侣。那么这个人呢，他其实性格确实蛮有魅力的，而且他的外表也很好看，你真的是捡到宝贝了哟。当然你们俩在一起呢也会非常的欢乐，他是蛮珍惜你的。好，我们继续往下来解读。首先来看一下，他是有太阳的能量，这个人呢非常的自信，很乐观，很积极，也知道自己其实很有影响能力，他会大大方方的去展现自己，不会过于的被动，不会过于的羞涩，同时也是一个很果断的人。如果遇到自己喜欢的人呢，他是愿意跟对方有更多的约会啊、接触啊，也是很快和可以开诚布公的告诉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家人，自己已经在恋爱之中了。他会懂得抓住自己的缘分，掌控自己的幸福，不会逃避退缩，他也不会给自己太多的一些压力，觉得合拍呢大家就在一起，不合拍呢就好聚好散，作为朋友就好了。所以是一个很有个性但是很坦荡很真实的人。除此之外呢，他的星座很可能是双子座、天蝎座、白羊座、水瓶座，或者是他的上升星座月亮、太阳是在天蝎座、白羊座、双子座、水瓶座。首先他是有双子座特别聪明、很有想法这样的一个性格特征的，头脑呢很灵活，善于分析问题，也很有创造能力，很有好奇心，经常会有很多新奇的 idea， 新奇的一些看法角度，喜欢跟别人交流，善于去表达自己，会说话，是一个很好的沟通者。在性格情绪上面呢，可能会比较多变了，有一些不太稳定，但没有关系，那是因为他的头脑呢旋转的比较快。另外他有天蝎座谨慎这样的一个特征的，不太轻易去相信他人，刚开始接触的时候他都是有一定的防备之心的，那这个呢是一种比较自我保护的机制，但是他有很强的观察能力哦。做事情呢，他是可以看透很多真相的本质的，因为他会去不断的调查。但是一旦呢在人际关系里面建立了足够信任的话，他是非常忠诚跟可靠的。有时候他会给别人一种神秘感，因为他不喜欢过多的去表现自己真实的一些想法，是很懂得隐藏自己的心思，是比较注重隐私的人。当某一天他开始去表露
他真实的想法，给你讲他的过去的一些伤心的过往啊，或者是一些自己隐藏多年的小事情的话呢，你就知道他开始信任你了。另外呢，他也有白羊座的冒险精神，这个人真的很勇敢，很有活力，有时候呢也会比较张扬，因为他不怕挑战，不怕输，是一个越挫越勇的型。而且呢，他很直率，说话做事都不太喜欢拐弯抹角，敢于追求自己的目标，不怕困难。有时候他可能比较冲动，比较急躁，但最主要来自于他的真性情。有时候呢，他也是缺乏一定的耐心。这个人并不是慢性子，他也没有拖延症哦。当然，他也有水瓶座的喜欢打破常规这样的一个性格，很独立，很自主，不喜欢依赖他人，有自己独特的世界观，心胸宽广，比较大气，重视理性和逻辑思考。这个人其实蛮多才多艺的，做事情啊，态度啊，都是充满活力的，很有创造力，很有创新思维，充满着力量，很有比较强的人格魅力。他的爱情观呢，其实并不会很现实主义哦，他最主要的是注重感觉，不会太过于注重对方的金钱啊、事业啊、家庭条件啊，或者是未来他有没有钱，他是不是潜力股，其实这些对他来说都不重要，甚至呢，他也不会觉得对方跟他一定要三观相合，他是觉得不合的地方可以磨合，但最主要的是他很注重自己的感觉。就第一次、第二次见面，这种感觉对了的话，那么怎样就对了？他一定要遇到自己很心动、有感觉的人。如果自己没有感觉的人，即使对方给他非常大方慷慨的礼物，或者是给他很好的条件，他也是不会选择的。很注重自我感觉，很注重爱的能量，不会为了金钱去压抑自己的情感，这一点很好，不物质化。另外呢，他比较注重浪漫，喜欢听甜言蜜语，喜欢一些罗曼蒂克的惊喜。你要知道啊，未来遇到你的正缘，多给他一些美好的浪漫就好了。即使他是男生的话呢，一些小小的惊喜感觉其实都很容易打动他。他跟你在一起，他绝对是真心喜欢你的，不会因为你任何的外在条件而去做选择。在感情里面呢，他是会主动追求的，他很知道自己想要怎么样的爱情，想要怎么样的一个婚姻。一旦遇到他心动的人，他是可以积极的表现的。在感情里面，他很有决心，他也是不会轻易放弃的。两个人可以为爱而战，有遇到任何的困难、任何的挑战呢，一起去克服它。当然，在他人生之中呢，他也是比较挑剔的，他不会很轻易的心动。对他有心动的人其实蛮多的，但是呢，他真正有感觉的人很少。他甚至可以单身几年，因为就是没有遇到那个他有感觉的人。但一旦遇到之后呢，他是会好好抓住的。他甚至愿意主动去追求对方，而且他愿意去处理情感中的任何冲突，愿意保持情感的持久稳定，做一定的妥协，做一定的奉献。在别人眼中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很难追求的人，或者是他应该有很多爱情的经验技巧，有很多可能恋人，但实际上不是。很多人呢会以他外在的一些形象，觉得他漂亮或者是帅气，性格又好，而不敢去轻易的追他，感觉是有一些距离感的。凡是没有足够信心、没有足够能力的人是不敢追求他的。但是对于他来说，他就是感觉对了，即使对方是一个
很穷的男生，或者是即使对方长得并不是很帅，没有关系，只要他有感觉的话呢，他都是愿意跟对方一起去共同创造金钱啊，共同创造未来啊，共同磨合三观的。只要是有爱的能力，他会觉得可以克服所有的事情。也许你会觉得他有一点恋爱脑，但实际上不是，因为他自己足够的强大，他也会挑选对方的性格跟人品的，即使很心动，但是对方呢确实不上进啊，或者是素质修养不高，他还是会果断离开的，好吗？所以他其实很注重感觉，但是也很理智，毕竟他是有比较强的思考能力的。好，另外呢，他在金钱上面野心并不大，他没有一定要成为人上人，一定要成功，一定要有成就这样的一个想法。他也不会特别的守财，不是一个守财奴，不会特别的节约或者是小气，在金钱上面还是比较大方慷慨的。他会觉得生活最重要，那如果自己的事业获取的金钱可以让自己的生活质量不错，小资生活就好了，他也不会去特别追求名牌啊，或者是豪车豪表，没有太多的物质欲望，最主要注重的是一种简简单单的开心，因为他知道金钱呢是拿时间去换取的，他不愿意加班加点，或者是给自己很大的压力去挣足够的金钱，又有再多的金钱，但是没有享受生活生命的时间，那是多么苦逼的一件事情。所以对于他来说，有一个还不错的职业，挣到的金钱呢，有自己足够的时间，可以跟朋友喝咖啡啊，可以逛街啊，可以去学习跳舞啊，可以去有自己丰富的生活啊，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哦，心态特别的健康，特别的好，他也会是很顺其自然，只要自己保持着上进，不会过于的懒散，不躺平，还是凭着自己一点一点的进步呢，那么未来肯定会越来越好的。最主要的是尽人事听天命，他会比较相信自己未来呢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对于未来没有太多的一些担心跟焦虑。在金钱上面呢，属于很有耐心的，慢慢去储蓄就好了，但是也不会亏待于自己。其实是一个蛮可爱的性格。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还有哪一些讯息。其实以前在遇到你之前，他觉得爱情可能就是两个人一起吃吃饭啊，喝喝酒啊，打打游戏啊，互相送点礼物啊，也可能摆点蜡烛，制造一些浪漫感，两个人在一起互相依赖，互相分享，也许就是爱了。但实际上在遇到你之后呢，他发现真正的爱情哦，是一种改变，一种克制，一种包容。为了跟你在一起，他会去做一定的妥协，他可能也会去做一些舍弃自己的一些个性啊，自己的一些时间跟精力。为了跟你在一起呢，他可能也会去做一定的克制一些，比如人性上面见异思迁的本能，或者是喜新厌旧的本能，会更加的珍惜跟你在一起的每时每刻，而且他会用一种完美的眼光去欣赏你身上的不完美，即使可能你会在他面前做一些比较丑陋的动作，或者是邋遢的样子，他都会尽可能去发掘你的可爱之处，然后更多的呢是去掉一些控制欲，更多的是一种尊重，更多的是一种接纳。
无论如何跟你在一起之后呢，他会真正的了解爱到底是什么。哇，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旅程，看来你给他很深刻的一些认知。他觉得你挺漂亮，你挺帅气，你挺好看的，他喜欢你的外表，他喜欢你的形象，他喜欢跟你在一起的感觉，你可以给他带来这种兴奋感，你也是很感性，可以诱惑到他的。而且在更多的接触之后呢，他发现你其实是一个蛮有内在智慧的人，他觉得你很聪明，很有头脑，你的想法很快速，你也会给他带来一些新的 idea， 或者是打开他更多的一些认知。他发现你们两个人其实都是蛮有能力的人，而且两个人很合拍，想法呢可以达到很多的共识。如果两个人想法不同的话呢，你们也会共同的去讨论哪一个想法更加的好，所以是1+1大于2这样的一个状态。他知道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的话呢，肯定可以创造更美好的未来。两个人的头脑一定是比一个人的头脑更多的，所以他会倾听你的想法，他会去让你们两个人有更多的成长。当然你们会很多事情共同的去商量，那他出现一些可能事业瓶颈期的时候呢，你也会去设身处地的帮他去思考，给他去想一些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而打开他的创造能力。所以会是在思想上面有更多激励彼此的这种状态存在的。另外呢，他很喜欢看你的眼睛哦，他会觉得当他看着你眼睛的时候，整个世界都停止了，甚至他都会忘记了他在哪里。哇哦，这种感情真的好深刻，而且好痴迷哦。他很喜欢你看他的眼神，含情脉脉的，充满爱的能量。你们之间有很强的这种罗曼蒂克的连接，我已经完全可以感受到了这样的一种激情澎湃的能量。你们两个人还会经常去旅行，而这种旅行呢，并不是到城市之中去品尝美食，去米其林餐厅啊，或者是去酒吧呀，其实并不是。你们都很喜欢大自然哦，你们的旅行是非常接地气的，可能去划船啊，可能去露营啊，可能去登山啊，更多有一点像是那种背包族哦，去户外旅行的状态，甚至也有可能开房车，或者是公路旅行、骑自行车旅行，都会去尝试的。这是一种很纯粹的旅者、行者，而不是到一个地点去打卡拍几张照片就走了，不是这样的一种状态，而是一种大自然的深度游，非常好哦。两个人都是属于比较低调的人，因为其实可能你们的光芒都是比较大的，在城市或者是在自己的朋友圈子里面，大家呢都是看到你们身上很多的这种阳光，对你们期待都很高，但实际上呢，你们并不是很物质化的人，你们非常注重精神世界的富足，所以两个人有很多合拍的地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灵魂伴侣的这种感觉啊！而且你们呢，真的是互相很体贴、很专一。任何事情两个人一起扛，任何压力一起去负担，当然任何快乐呢一起去分享。两个人是手拉着手一起走到隧道的尽头，出现任何挑战的话呢，一起去解决。在一起之后，有了一个依靠，也有了一个分享者，并且各自呢也保持着各自的独立跟个性。哇哦，非常棒的正缘。另外呢，他也是一个很注重保养身体健康的人，会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想远离有毒的环境，特别是可能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不喜欢城市的生活，因为有太多的
乌烟瘴气了，太多的人呐，太多热闹的这种浑浊的空气。他很爱干净，他也很注重自我的能量保护，是一个慢慢比较断舍离的人，离开有毒的人，离开有毒的环境。另外呢，他也没有太多的一些虚荣之心，不把自己跟别人比较，也不需要去晒自己的幸福，那自己内心满足了就是最棒的最好的。所以是一种云淡风轻的心态，你跟他在一起呢，觉得特别的舒服，特别的自在，因为你们都不是那种很注重金钱物欲的人。接下来看到月老呢，给你一些讯息，当下你可能需要更多的一些时间空间呢，让自己从很纯粹的状态里面获取到能量，提升自己爱的能量。这边呢，他给你一些小方法，让你尽快的提升到一定的能量，和你的正缘得到一个磁场上面的连接。首先呢，你可以在每天早晨或者是睡觉前花10到20分钟静坐，或者是冥想，希望你给自己创造更多安静的地方，排除外界的干扰或者是内心的杂念。也希望呢，你可以经常关掉手机、电脑或者是电视，远离社交媒体新闻的干扰。有时候当你在读书的时刻呢，可能你电视正在播放，其实这个电视的音量呢都会带走你的一些能量，会给你带来能量干扰的。特别是我们在大城市里面那些汽车的鸣笛声，或者是那种城市的声音，都是会给我们能量干扰的，都是会影响我们人体磁场的。可以的话呢，给自己创造更多安静的空间，家里面可以阅读一些你喜欢的书籍，听一些音乐，或者是泡泡澡。有时候呢，也关掉电灯，可以点一些蜡烛，让我们离火更近，有更多的这种生命活力。除此之外呢，也希望你可以多去大自然中走一走，去公园啦，去森林啦，或者去海边散步，远离城市的喧嚣，感受大自然的宁静和美好。其实你可以观察一下哦，在城市里面的植物和在城市外的植物都有很明显的区别。城市里面的植物呢，都是垂头丧气的，而且没有太多的这种生命活力，反而离城市越远的植物呢，其实它绽放的越茂盛。那我们的动物跟植物，包括我们人类就属于动物嘛，其实都是这样。你离城市越远，实际上你的能量就越清澈越好。当然我们现在呢，很多人都必须在城市里面去生活，所以一旦你有假期的时候，你就可以远离城市，无论是长途旅行、短途旅行，对你呢都是有很多好处的。也可以去进行这种音乐疗法，多听一些柔和的舒缓的音乐，也可以听一些钢琴曲啦，或者是冥想的音乐啊，或者是一些自然的音效。当然当下呢，可能有一些音叉或者是这种唱诵碗这种音波疗法呢，都是可以调节跟提升我们身体的能量频率的。还有呢，就是可以增加自己的艺术氛围，也许可以去绘画，也许可以做一些手工，或者是写日记，或者是学舞蹈。那这些呢，其实都是可以提升你的能量的。另外，在这些提升能量中呢，你有足够的智慧之后，做自己心动的事情，还可以多多的跟你的家人团聚，跟爸爸妈妈经常聚餐啊，或者是带爸爸妈妈去户外走一走，去旅行啊，也会让他们的身心灵更加的健康。还有就是可以去，如果你的朋友已经有婚姻了，你也可以加入到他们，你也或者邀请
或者是在自己家里面呢，可以举办一些家庭日哦，可以在这种家庭氛围里面去有更多的认知，去有更多的体验，也会让你学习如何建立家庭，如何去学习到更多建立家庭婚姻的技巧，其实都是有帮助到你的。所以月老告诉你哦，当你当下呢准备好，不断的提升自己能量之后，有更多的智慧精神的富足之后，你的正缘就会出现了。它是一个很perfect 的人，他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呢，是一个很注重精神世界、很有智慧的人，即将和你相遇，非常棒！可以看到未来你的家庭生活一定是非常幸福美满的，非常祝福你，亲爱的。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哦，感谢月老对你的厚爱吧，我们就下一期再见喽，拜拜。亲爱的，我们来接收月老给你的桃花讯息。那么首先来检测一下当下你自己的能量，看到近期你正在有一种好像凤凰重生，有一种恢复活力，更加的清澈开朗自信外向的能量，而且也更加的勇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磁场的，我们会散发出光场和我们的能量波。我们的能量频率越高的话呢，我们就会越感觉身心舒适，更加的阳光活力。如果我们的能量低的话呢，我们就会感觉非常的疲倦或难受。其实近期你正在提升自己的振动频率能量场，这个很好，你会越来越感觉安全、稳定、轻松、快乐，会有更多身心灵舒展的状态。而近期呢，你也会更多的享受你的生活，提升你自己的能量。比如说，你会更多注意你自己的呼吸，让自己更加的轻松。你可能想要更多接触大自然，你可能呢想要更多晒太阳，去光线充足的地方。即使你进到了一家咖啡厅进到了一个室内环境里面，可能你都希望坐离窗户更近的地方，因为有这种阳光，你可以更多的吸收养分。你也会注重自己的健康饮食，多喝温水，多喝水，或者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且呢，看到你也会更加感谢生活中出现的人事物，感恩别人对你的帮助，感恩别人给你带来的一些好的状态，并且在事业上、学业上也会更多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提取智慧，也会让自己更多处在干净整洁的环境里面，让自己的桌面或者是家里面都更加的整洁。同时你也会更多的专注在自己的事情上面，自己的能量上面，不会把目光放在别人的身上去比较或者是羡慕他人，更多的呢就是不去 care， 自己开心，说自己想说的话，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也会给自己独处的一些时间空间，让自己整理一下，清晰自己的头绪，或者是喝杯茶，舒舒服服的，不会特别想要去热闹的环境，也不去讨好谁，迎合谁。同时你可能最近呢也想去做一些运动，这些运动呢并不是高强度的，或者是你一定要坚持最主要的是你想去舒展自己的身体，你也懂得让自己保持充足的睡眠休息。无论如何呢，你正在吸收高频的能量，你也在提升自己幸福的生活体验。同时看到呢，你也会更加的快乐，更懂得拒绝，更离开一些有毒的人、有毒的环境，加强自我保护的机制，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自己更加的成熟成长了。那么接下来呢，你就会遇见怎样的一些缘分呢？或者是月老有怎样的一些讯息给到你？
首先，我看到选择这组牌卡的宝宝哦，你们有的人呢可能年纪是比较小的，那有的人呢可能正在离开一些不适合的人，有的人可能离开一些暧昧者，有的人可能在感情里面刚治愈好自己，走出这种情感的伤痛。无论如何呢，可能当下都不会很快的接触到新的缘分，更多的是在自我的转换之中，转换自己的磁场，转换自己的思想行为模式，同时也在离开一些偏桃花，离开一些小人或者是不好的环境。我们这边出现了葬礼这张牌卡，就是有些事情已经在一个结局上面了，在感情里面。既然我们拿得起，我们也放得下，既然我们有失才有得，所以呢，你会果断的跟过去 say goodbye， 然后开始重新建立自己新的人生道路，可能去认识一些新的人，或者是去新的一个环境里面。有的朋友呢可能也会远离家乡哦，去到不同的城市，或者是去到不同的国度。那有的朋友可能近期呢正在转换自己的事业职业跑道，去有新的发展。无论如何呢，当下是一种辞旧迎新的生活状态里面。在这种状态之中呢，你会更加的平静平和，顺应命运的安排，接受命运给你的所有人事物，并且更多的可能心平气和，也会呢去不断的反省，不断的学习，接收所有出现的事情，心情呢更多的顺其自然，所以会更多的提升自己的运势。先让我们的心境更加的踏实，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稳定，让自己的生活质量呢更多提高之后，你就会遇见好的缘分。当下呢，你也会有更多的意识去做一些选择。身边不是不会出现缘分，而是会出现，但是你会去做挑剔，你会去做一些取舍。可能之前呢，在感情里面有过茫然，或者是不太清晰的做一些判断，可能遇到了一些不好的感情。对于有的宝宝来说，你可能把同情心当作爱，你也可能把一些诱惑当作了爱，选择到了不太适合的人。但是呢，月老告诉你，可能之前出现的一些偏桃花是让你有更多自我的觉知的，是让你更多清晰的看见你适合怎样的人，你想要怎样的爱情，所以感谢他们的存在。而接下来呢，你就会遇到给予你完全公平公正的爱情。在选择这组牌卡的朋友，你们在4年之内就会遇到这一朵好的桃花。当然可能有的人呢很快今年就会遇见，有的人呢可能需要更多的一些时间。在遇到下一位好的姻缘之前你会更多变成一个乐观爽朗的人，身边呢还是有很多的异性是喜欢你的，只不过呢你有比较高的一个要求，不会轻易的答应跟谁在一起。而且近段时间呢，你的运势一直在保持上涨的趋势，也会受到一些关心的保护，身边呢会有不断的惊喜好事出现的，人脉呢会更多的扩大，事业呢其实会有更多的提升。当你的桃花运特别好的时刻，你的异性缘增加，好事就会降临了。而且呢，在这段时间里面，你会不断的恢复自己的信心，你会更多的不在意别人的眼光，敢于无视他人的需求，只专注自己的需求，敢于离开一些不好的人事物，说明你将越来越年轻，心态呢越来越轻松自在。而对于有的宝宝来说，可能你的人生里面没有太多的一些波折，只会有生活的琐事而已。
没有大起大落，爱情中呢也不会有太多复杂混乱的情况，主要是在自我的感知、体验跟学习上。当你有更多自我觉知之后，当你在灵魂觉醒之后呢，你就会遇到这个好桃花，他就像是一位正义使者一般来到你的身边。这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而且他非常的有亲和力，他是其实比较有个性的，但是大多数时候他都非常的随和，他都会待人呢还有礼貌，客客气气的。但一旦他的原则、他的底线被碰触，或者是他要做的事情被别人干涉打扰的话呢，他是不会有好眼色的。其实这个人特别值得深交，是一个行侠仗义的人。对待自己信任的人呢，是可以给予足够的帮助，是很讲义气的。而且他的朋友呢，都是他自己筛选过的人，都是比较有气质，比较有品德修养的人。他是非常公正无私的，只要看到身边的人需要帮助的话呢，他都会挺身而出。而且他很懂得站在客观的立场、公平公正的立场去给予一些意见。他不会给自己太多的一些压力，或者是太多的一些欲望，也不会给自己太高的一些期待，不是一个心浮气躁的人，是比较接地气的。他的状态就是松弛感，可以悠闲自在的活出自己，而且无论经历大事小事他都会非常客观的角度去看待自己的人生。下一位有缘之人呢，他可能是一个皮肤比较偏深色系的人，可能是黄皮肤，然后偏古铜色，也有可能他的头发颜色是深咖啡色啊，或者是黑色。他可能不太喜欢穿过于明亮鲜艳的颜色，衣服着装呢是比较朴实的，但是呢很注重质量，不会太过于追求时尚打扮，身上呢也不会带很多的一些首饰，但他看人的眼神呢是非常的深情，是非常的有穿透能力的。而且他的牙齿是比较偏白的。这个人呢其实是非常有魅力哦，特别是他很有自己的个性魅力，身边呢是有很多暧昧者的，凡是跟他结交过的人呢，都是希望跟他深交的，其实是很有气质气场的人。然后你们之间的沟通呢是非常顺畅的。有的朋友可能是在网络之上认识到的他，有的朋友呢可能是在现实生活中认识，但是之间呢可能有一段距离，不会经常约会，大家也许是各自有忙，或者是在不同的生活环境啊、城市啊，你们俩之间会通过邮件或者是手机短信或者是社交媒体进行很多思想上面的沟通，然后呢再在线下有很多的一些约会。首先呢可能会是用一种短信这种网络的方式，两个人有很多聊，然后越聊越投机，越聊呢越觉得对方是合拍的人。在线下之后呢，发现见面之后约会之后可以玩到一起去，所以有很多轻松快乐玩乐的时间，可能会一起去参加派对啊，一起去烛光晚餐啊，一起去听音乐会啊，一起去看歌舞剧啊，或者是一起去酒吧啦之类的，反正是玩得不亦乐乎，会有共同的兴趣爱好。跟他在一起呢，你觉得非常的自由自在。他可能不是那一种第一眼看着就非常帅气或者是漂亮的人，但是属于耐看型，越看越好看，越跟他在一起呢越觉得他有魅力，跟他在一起呢总是充满着浪漫，充满着趣味，充满着激情，空气中弥漫着荷尔蒙的味道，非常的棒，这种感觉呢你很享受。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他是怎样的性格品质。
的星座很有可能是金牛座、水瓶座、天蝎座、狮子座，或者是他的上升星座太阳、月亮是在水瓶座、天蝎座、狮子座、金牛座。首先，他拥有金牛座的舒适感。这个人呢，不是急性子，是慢性子，而且他追求舒适和稳定，喜欢安定的生活环境。对于他来说，舒适感是非常重要的。他享受生活中所有美好的事物，美食啦、美酒啦、音乐啦、艺术啦。而且这个人呢，很实事求是，脚踏实地。他追求生活的品质，而且他也重视自己的金钱财务状况，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去学习理财，就想要有足够的商业头脑，获取足够的金钱，是有一定的野心的。因为他要享受生活的质量，所以在很年轻的时候呢，就想去挣钱，注重自己的银行储蓄，也很懂得储蓄到一定的金钱之后，才有能力去投资。所以他不会随意的去消费，但是呢，他买的每一个东西都是注重这个东西可以最大价值化，可以给到他最舒服的感觉的。所以他买的东西呢，不会注重数量，而是注重质量。这个人呢，也非常的有耐心，很有坚韧不拔的特质，他可以长时间的专注自己的目标。一旦他决定的事情，他的人生梦想设定好之后，他会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去完成跟实现，不会今天想要这个，明天想要那个，其实是有长远的计划跟规划的。有时候呢，他会比较固执，不愿意随意的去更改自己习惯的生活方式。所以未来呢，你们两个人如果生活在一起的话呢，那就不要轻易去改他的一些习惯，这会让他非常的烦躁的。除此之外，他还有水瓶座的革命精神，是有很多创新的想法，思想呢其实是比较开放、比较前卫的，那不会太过于的守旧啊，或者是有封建的想法哦，是很年轻的心态，而且也很独立，喜欢学习新的一些事物，接触一些新的事物跟讯息。他也非常重视自由，如果感情里面呢被对方控制啊，或者是对方希望他去改变的话，会让他非常的不开心。他也会尊重彼此各自有独自的一些时间、空间，或者自己的梦想，或者是自己的社交圈子，是一个希望大家可以松弛有度的这种状态。另外呢，他也会真实的去表达自己，不想过于的隐藏自己的心思，希望两个人任何事情都可以坦诚，只要是真实沟通的话呢，他都会觉得没有问题。他很讨厌欺骗，也很讨厌故作神秘，但是呢，他自己又是一个比较有神秘感的人，因为他有天蝎座的一些性格特质。比如说他有很强的好奇心，喜欢调查呀，喜欢去看见事物的真相跟本质，不是很容易轻信他人，不是很容易就去信任他人。他一般呢不听别人说什么，他会去观察这个人的动作，甚至背地可能去看这个人的朋友圈，可能看这个人的社交媒体。如果这个社交媒体是完全开通的，他可以从第一条看到最后一条，都会去猜这个人有怎样的情感经历，是怎样的一个人格，他会调查得清清楚楚的。所以这一点呢是非常有趣的，他会很懂得察言观色，可以很敏捷地观察到周围任何的一些细微的变化，而且呢对自己的目标非常的执着。一旦他喜欢上谁的话呢，他是先去调查清楚对方是否是单身，那是否
有怎样的兴趣爱好，然后他就投其所好，可以一直执着的追求，直到对方爱上他为止。他对于这种情感关系是非常深刻的，而且他不害怕面对任何困难跟挑战，他是可以越挫越勇行，可以从逆境之中重新不断站起来的人，所以非常的坚强，非常的勇敢。但有时候呢，他也很好玩有趣，这个就是狮子座的特征了，是一个充满自信充满热情的人。他喜欢成为人群里面的焦点，他会是有领导才能的人，并且呢他很有活力，喜欢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啊娱乐活动啊，看到你们两个人呢就会有很多丰富的一些体验，会去做很多好玩的事情，会去很多有活力的一些场所，而且你跟他在一起玩呢，你不会觉得无聊，你会觉得很开心很自在。他很享受生活里面好玩的事情，他也喜欢让周围的人呢感到快乐。这个人呢是很大方很慷慨的，并且很有表达的欲望，他有很强的这种快乐感染能力，只要有他在的环境一般都是很开心很爽朗的。他即使出现一些尴尬的氛围，他可能会很幽默，或者是自嘲，或者是开一个玩笑总之呢让大家都是很神采奕奕的。只要有他在的场合呢，一般都是比较热闹的。而且他喜欢听到别人的认同，喜欢听到别人的一些赞美，所以跟他在一起呢都会讲一些甜言蜜语。他做的好的地方多多的表扬他，他做的不好的地方你婉转的告诉他，他其实会去做调整，会去改的。这是很独特而且很有魅力的一个人，你的福气遇到了一个很外向活泼爽朗阳光的人。他的爱情观呢，这个人在感情里面其实有自己很理智的部分，他会为了对方可以去做妥协，可以去做改变，遇到了情感的困难呢就去征服去挑战就好了，不会轻易的放手，不会去逃避问题。当下你跟他有任何矛盾的话呢，其实你们可以做真实的一些沟通的，他不会在那边生闷气啊，他也不会转身暴走，他也不会乱发脾气。当然他可能会有一些情绪，但是他也会尽可能的去控制自己的情绪，两个人好好的去沟通，好好的去商量，所以是一个不会跟你冷战，也不会把你拉黑的人。另外呢，他希望碰到的爱情就是大家两小无猜，简简单单的，可以玩到一起去，情投意合的。只要是大家可以玩到一起的话呢，就又像亲人，又像情人，又像好朋友的话，这是他最希望的一种感情状态。他希望恋人关系呢是有深厚的友谊为基础的，大家彼此了解信任能够在对方面前做真正的自己彼此分享兴趣爱好跟价值观。他会跟你的朋友你的家人关系处得非常的好，爱屋及乌。他也希望呢他的朋友跟你的朋友都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关系。他希望彼此之间呢是不要有任何的一些欺骗，也不要过分的依赖彼此，不要去控制对方，或者是有特别大的一个占有欲。而且这个人很有幽默感，他喜欢跟你开怀大笑，他喜欢在你不开心的时候呢给予你肩膀依靠，或者是逗你开心，或者是带你去吃美食，让你呢可以每天都跟他开开心心的。开心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也希望大家呢很专一，为这份情感不断的努力去滋养彼此关系，让这份感情大家互相的满足，给到你安心，并且
他希望在感情里面彼此都是很互相包容跟体贴的，他接受对方的缺点，接受对方的不足，他会以一种完美的眼光去看对方身上的一些缺点的，会包容对方的一些不好的习惯。总之呢，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就解决事情，遇到摩擦的时候就冷静的处理摩擦，去解决彼此的一些挑战，绝对是一个在感情里面呢给予你足够力量，给予你足够包容度，而且让你看到他的专一不放弃的状态，其实非常的好哦。另外呢，在金钱里面哦，他是一个很懂得挣钱的人，他懂得挣钱，他也懂得花钱。当他花了很多钱去玩乐之后呢，他是有足够的能力去把钱挣回来的。这个人非常的有赚钱的头脑，还有商业头脑，因为在他年轻的时候呢，他就很机灵，就想着怎么样让钱生钱，怎么样去获取足够的金钱，怎么样可以让自己玩得更加的开心，而且他也有团队合作精神哦。他会寻找到好的项目，然后这个好的项目呢，跟自己的好朋友啊、搭档啊一起合作，挣到的钱呢，我们共同来分享。不是一个很小气或者是特别自私的人，所以他身边的朋友呢是很多，而且他会不断的去扩展自己的人脉，建立自己的社交关系。他的朋友可能三六九等哦，什么人都有，可能有飞行员，也有政府人员，可能他跟保安的关系也会处理得很好。这个人的情商实际上是比较高的，因为你总会有一天也许会需要到不同层次的人，或者是你跟身边的人呢搞好关系的话呢，或者是你让你的朋友更加的富足的话，你有能力可以给他们搭建平台，可以帮助他人的话，周围的人混得好的话，你自己肯定也不会差。所以对于他来说，朋友之间、人脉之间就是要互相帮助来增值的。所以他也会经常请客，经常买单，朋友多了路好走嘛，所以他身边的朋友很多，那给他带来一些商业机会、机遇的人也是蛮多的，在这点上他非常的聪明。好，另外呢，人脉就是他的钱脉嘛。好，继续我们看一下，可以看到他的社交能力其实是比较强的。而且呢，他也会赠送你礼物，他也会陪你去购物，他也会买好看的一些衣服啊、包包啊给到你呀。希望彼此呢都是穿的时尚，打扮的光鲜亮丽的，然后一起去认识更多的朋友。在这个认识的过程里面呢，自然而然就创建了很多的人脉。你跟他在一起呢，你会觉得他身上有很多你要学习的地方，比如说他其实是喜欢锻炼的人，他很注重自己身体的健康，很注重自己的精神气是否是很棒的，那自己的能量是否是很棒的，所以呢，他会不定期的去健身啊，去做瑜伽啦，甚至可能呢，他有去跑步的一些习惯，或者是他有去参加一些马拉松。他会是很注重自己的身材，很注重自己的精神状态。另外呢，这是一个非常有爱心、善良的人，他跟别人接触呢，不一定都是抱着目的性的，但是他一定会真诚待人。如果身边有人需要他帮助的话，他一定会伸出自己的援手。他很喜欢玩乐，挣的钱嘛，就是要开开心心的去享受的。所以未来呢，你们会有很多精彩、开心的时刻。你是一个让他很疯狂思念、想念的人，他会睹物思人。每次
他经常在忙的时候，可能头脑里面突然就会想到你哦。确实，你对他的吸引力是蛮大的，甚至呢让他觉得非常的疯狂。为什么你经常都在他头脑里面出现？甚至当他没有想你的时候，你都会突然跳出来。有时候呢，他还会梦见你。而且你会给他很强烈的这种兴奋感，每次当你触摸他的时候呢，他都感觉好像自己肚子里面有这个 butterfly 蝴蝶翩翩起舞乱飞的这种状态，他会很思念你，迫不及待的想见到你，对你的喜欢呢，真的是可以用痴迷来讲哦。而且呢，你会也给他很好的一些影响，你会激励他，你会鼓舞他，你会给他很强的一些力量，你很少去否定他，或者是讲一些灰心啊、消极能量的一些话语跟事情，你总是也给他带来一些阳光灿烂，所以你们两个人呢都会给到对方很积极的能量，很正面的一些状态。他也会感谢你教会他欣赏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情，可能有时候呢，他花很多的一些时间精力在挣钱上面，在做一些商业计划上面，所以有可能在生活里面他会忽略一些油盐酱醋的小事情，但是在这方面呢，你们就互补了。他很感恩遇到你，可以看到他心底里面呢是很尊敬你的，甚至很多地方他也很崇拜、很欣赏你。所以，亲爱的，你即将遇到对的人，幸福之门正在向你打开。不过，在遇到他之前呢，当下月老要给你一些提示讯息，需要你去可能更多的注意或者是调整的。首先，当下呢，希望你可以专注你的工作或者是你的目标。如果你在学习的话呢，希望你更多专注自己的学业，提升自己的能力技能，好吗？当下呢，你可以更好，你可以更多的激发你的潜能，创造更多自我的价值，实现更多自己的目标，也可以赚取更多的金钱的。如果当下你专注你自己的学业呢，以后其实你可以获取更好的一些公司，去到更棒的一些团队里面工作，赚取足够的金钱的。你完全可以专注在你当下的事情上面，你正在做自我的休息跟提升，不会用太多的花时间在人际关系、情感上面。当你的能力足够之后，该出现的时候它自然就会出现的，但是在它没出现之前，你可以把专注度放在自己的身上。月亮这张牌卡呢，提醒你哦，希望你可以直面自己内心中一些不安的情绪，并且接受这些情绪。当你真的接受之后呢，你就不会压抑这些感受，反而这种情绪会让你找出来什么事情你不喜欢，那你的这种不安是由什么引起的？你会更多的去理解自己，然后增强自己的心理韧性，并且呢，观察自己的情绪变化，而不对自己的情绪做出评价的话，你其实是可以有更多的一些正念的，会更多的释放自己的压力，让自己更加的平和，让自己积极的自我对话，并且呢，也可以好好的给自己建立支持的系统。亲爱的，直面内心的不安情绪需要耐心跟持久的一些努力，但是一旦你接受它，你就懂得如何让自己更加的放松，你就懂得如何更多的照顾自己的身体，提升自己的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了。你完全可以相信你的未来是更加的光明，更加的美好的。之所以你单身，并不是说你不好，或者是没有人喜欢你，只不过你没有遇到那个你愿意奉献时间、奉献精力的人。你当下呢，还正在更多的自我觉知、觉醒之中，所以有时候有的宝宝可能单身久了就会自怨自艾啊，或者是觉得非常的悲伤，不会再爱了。千万不要这样想哦，如果你越是这样想的话呢，你就会越焦虑，越不开心。
你要相信你是值得爱的，你会越来越美好。当你足够健康快乐之后，那么这个对的人就会出现，你即将遇到一个和你同频的人，两人呢是一拍即合，有很多的兴趣爱好哦。他呢性格呢跟你可能会差不多，喜欢玩乐啦，喜欢运动啦，喜欢帮助他人啦，所以当下呢你也会成为这样的一个人。当你成为之后呢，自然而然你们就会同频相遇了。所以敬请期待吧，当下的你会更加的成功，更加的优秀，更加的阳光灿烂的。不用着急哦，美好的未来等待着你，显化我们的幸福吧。亲爱的，今天我们的占卜就到这里。最后呢，我们可以在视频留言接收祝福，感谢月老的字样，吸取这个视频最强的桃花能量。好，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喽，拜拜。